你好，我是廖佩薇。今天在我们的占卜时间，今天的题目很有趣。实际上，一个人富不富足，实际上跟你的内在有很大的空间，很大的连结啦。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有钱人他的想法真的跟我们不太一样。比如说，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测试，让一群人去测试说，去看报纸。那他们跟他讲说，请他数那个里面的照片有几张，可是在里面有个大大的字说，只要你发现了这个字就有100英镑。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比较放松的人就会看到这个字，然后他就可以拿到100英镑。可是其他人都只会看到那些照片，所以他没有得到什么奖赏。所以有钱跟你放不放松，跟你是不是只是专注在小小的视野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你有钱人的体质吗？也就是说，你有有钱人的心灵吗？你有容易放松吗？你会不会太焦虑，或是只是在 focus 在同一个焦点上面？当你的专注思想没有办法放松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错过很多事情，好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你有没有这个体质哦。如果你有这个体质，要好好的把握自己，好吗 ？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解说。如果你抽到的是3号牌，我必须得跟你说，它实际上是一张好牌，可是它又有时候可能过度的乐观。所以我看过很多创业者，有些人他并没有把所谓的最后面不好的状况给想象出来，或是去想到说可能他的停损点在哪里，所以他过度乐观的不断的投资下去。这种情况下，我想就比较难会有就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一点停损点没有办法停损好的感觉。所以实际上这种情况下他大好大坏。因为也许你很乐观，你时机抓对了，你敢去做，你敢冲，就是你的。可是也可能因为你太过乐观，所以你可能就会停滞在那个你没有办法决定那个停损点的时机点。所以它是一个中立的牌卡。如果你是这样，那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个热情的人，所以你会抽到这张牌卡。你是个像孩子一般的人，你会抽到这张牌卡。你不觉得孩子在没有受到制约之前，他实际上是很敢冒险的吗？很敢去做很多事情的。但是他渐渐长大了，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因为大人灌输给他，这就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好，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2号，那我必须得跟你说，实际上你的内心深处，你的体质吧，我就这样讲，你的内心深处常常会带有一种恐惧害怕的感觉。也就是你会觉得，可以这样做吗？我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吗？我可以冒险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好像有那么些许的没有办法允许自己去做很多事情。所以成为有钱人就几率比较低一点。原因是因为你受自己的束缚可能很多，那个束缚可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因为这张牌跟潜意识有关，所以你要让你的潜意识可以爬出来，可以出来，你就会知道，原来我是这么想，我才会做了这个动作。实际上很多时候你做了很多动作都跟你的心理有很多关系，可是一个不接触自己的人跟不碰触自己心灵的人通常会不知道。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怎么一直都还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可能跟你的内在有关系。如果你愿意好好的调整，我觉得还是会成为一个有钱人啦，就是富足的人我也比较用通俗的话叫有钱人。我觉得这个题目我倒比较不希望把它定在绝对的结果上面，我是比较定位在原因在上面。就是说，如果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不是有钱人，请你去想想看为什么。没有绝对的一定是宿命的，好吗？
只是说要脱离这个宿命，真的要花很大的努力，我必须得这么说哈。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你抽到的是5号牌卡，那我必须得跟你说，你可能要成为有钱人体质，可能就会有一点点那么的辛苦一点，因为基本上你可能是一个有一点点孤僻，然后有一点点觉得自己是比较有智慧的人。我不想用批判的字眼，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对跟错，所以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觉得说，因为你要成为有钱人，还是需要有人脉，或是说你需要有一些可能跟别人交流的机会，你才会知道别人的需要是什么。但是这种人有个特质，他虽然孤僻，可是他对于人性的了解却是比别人还要强，只是他的行动力跟他的孤僻感让他阻碍了他走出去的那个念头跟那个冲动，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如果你能够探索，亲爱的，你可以探索一下为什么你不愿意走出去跟人群在一起，我想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哦。那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1号，那我必须得跟你说，你真的是会成为有钱人的体质，而且会成为有名望的人体质。原因这种人非常积极营营，他很希望自己是有钱人的，那他也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说实在，他会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会想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内在的恐惧比较少。他唯一比较可能被阻碍住的就是感情。这个人如果你不谈地下恋情，不谈什么，那你的成功几率就更高了。我不是说你谈了地下恋情就不会成功，还是会成功，但是如果你不谈，成功的几率就更大，也就是说那个富有的程度就更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抽到这张的话，我必须得跟你说，也许在物质架构里你可能是很成功，可是在心灵架构里面你可能要增加一些东西，你才会更大，扩大的更大。了解意思哈？希望我讲得够清楚。最后一张，如果你抽到的是4号牌，那我必须得跟你说，你也是可以成为有钱人体质的人，但是就是说会有个状况，你有些时候太压抑了你自己的那个欲望，所以当你的欲望起来的时候，你会把它压抑下来，或是让自己觉得我好像不在乎哦，我好像真的把我的情绪给压起来了，所以那个渴望或是冲动会影响了你成为有钱人的几率，所以它也是属于一个比较中性的牌。但是我必须得说，抽到这张牌的人，他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不动的机会比较高。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在情绪上或是某些时候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比较冲动，可这个人他就会比较深思熟虑。当他深思熟虑过后，他真的愿意动，他就会做得很好。这样了解吗？你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你抽到这张，好好的运用自己，可以调整自己内心情绪的那个部分，你就可以把自己的本我可以调整的比较跟超我调整的比较接近自我，这时候你就可以比较掌控自我，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的体质。所以你今天听到我的声音了齁，你可以成为有钱人的体质，可是你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方式成为有钱人的体质，应该是这个题目的主旨。如果你还不够清楚，希望我可以在我的咨询室看到你。我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下午5点，或是你让自己放松一下，感觉自己。这是我们美丽产业的周边商品。希望不要有人老是觉得他这个人老是这样提，可是我总觉得生命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或是你真的愿意的话，跟我一起努力好吗？我们一起整理生命。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被自己困住了，所以我们总觉得自己没有选择的能力。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你抽到了2号，你有很多的恐惧，恐惧因何而来呢？那恐惧要紧紧的框架你多久呢？我们来自己面对好吗？我们为自己做点些什么好吗？我想你会更自由，更容易飞翔的。这是今天的占卜，我非常非常的祝福你成为有钱人，或者成为一个心灵丰盛的人。在这里我特别的希望你可以，所以好好的对待自己。我是廖佩薇，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好好的睡一晚，让自己更轻松。拜拜。